快说你做了什么事情？我真的不知道。他最后居然行使了缄默权，再也不开口了，出现了一个关键证人。欢迎来到嗨对，我是台湾妞，我是喜娜。今天社会时事的议题单元由我来主讲。今天要来讲的是仁川母子杀害事件，案子是在2013年的时候发生的。妈妈单亲，然后养了2个儿子，大儿子跟小儿子。有一天，小儿子就跟警察局报案说，妈妈好像失踪了。他有一天回到家里面去了以后，发现妈妈不在家，待了几天，妈妈也都没有回家。所以他觉得有点奇怪，他就直接到警局报警了。他说他已经结婚了，住在外面。3天前呢，他就特别回到家里面，要去看妈妈跟哥哥。妈妈跟哥哥是同居的。回到家里面只有哥哥，就问哥哥说妈妈去哪了？哥哥表示说妈妈去爬山。但是呢，当天妈妈都一直还是没有回家，所以呢，想说你就住在那里。后来是表示说在家里面睡觉，他都有吃安眠药，就这样昏昏沉沉的过了2-3天，妈妈都没有回家。以及妈妈礼拜2跟礼拜4有一个固定唱歌的活动，但妈妈也都没有出席。住了2天以后，哥哥就会催他啦，你在家里干嘛啦？赶快回去，不是结婚了，出去的。他就回家了。那因为他觉得实在太奇怪，所以他就决定来跟警察备个案。警察接到这个通报了以后，也觉得这整个案子有点奇怪。第一个反应就想说，那就先联络哥哥就好啦，就问问看哥哥发生什么事情。但奇怪的是，打给哥哥以后，哥哥也没有接电话。然后他们再去查哥哥的通话记录，里面看起来弟弟说去他家的那一天的前一天晚上，最后跟朋友通完话的隔天，哥哥也没有任何的生活迹象，也没有去上班。可是哥哥在公司里面是约聘员工，最近他又正好快要到续约了，所以哥哥不大可能会在这个时间点无故旷职，因为他要争取续约嘛。所以这一切看起来，警察看起来也觉得有点奇怪。可是警察去家里也找不到人，所以警察就开始调 CCTV， 发现呢，弟弟是声称8月13号去了家里，8月14号弟弟去家里的隔天，哥哥是有出门的，看到哥哥的车子就被开出去了。但是哥哥的行动非常的诡异，他是先走了东海啊、蔚山，就是往韩国的东边走就对了，东边那里绕了一大圈了以后回来，这一大圈有多大圈呢？算起来的话，大概有750公里，也就是台北、高雄这样往来跑的意思。他们觉得这一切非常奇怪，找不到哥哥也找不到妈妈。警察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来报案的这小儿子。但不管怎么样，他们首先要有小儿子涉案的证据，才有可能拘提他，带他过来审问嘛，不然他现在只是一个报案人。那警察的方式就是因为韩国他们的回数票啊，现在没有了啦。那时候是你在进高速公路的时候，你要拿一张票，下高速公路的时候，你要再把那张票缴回去，再付钱。所以呢，那张回数票上面会有你的指纹。他们就在回数票海里面找到了那张票，确认上面的指纹是弟弟的指纹，不是哥哥的指纹。开车的不是哥哥，对，所以开车的是弟弟。由这个证据去把拘提到案，弟弟就是矢口否认，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对他做了测谎以后，发现呢，只要提到妈妈或是哥哥的话，他的那个心跳啊，各种反应看起来就是有在说谎。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但确认他跟妈妈还有哥哥失踪一定有关系。回数票这个证据，他们拿去回数票上面就是有你的指纹，你还敢否认？快说你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是会一直讲，我真的不知道回数票的事情，你怎么知道是不是人家造假的？是不是有人拿我的指纹？我不知道回数票的事，他就矢口否认。警察就一直逼问他，他最后居然行使了缄默权，再也不开口了，就陷入僵局啦。因为他不开口，他也不能怎么样，那他们也找不到其他的证据，所以警察只好韩国叫做公开搜查，把这个案子公开开来，要求全民一起提供线索。这样子的方式之下呢，他们得到了一个加油站，提供了他们的 CCTV， 然后有那台车子加油的画面。在科学搜查过程里面呢，去比对那台车子里轮胎的下压的程度，应该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开车，里面呢至少有超过128公斤以上的承载量，轮胎才会压成那样子。里面不是只有一个人，以这个点为他们的证据，再去搜查弟弟。我可以补充一下，警方为了证明这件事情呢，他们还去算了妈妈的重量跟哥哥的重量，然后把一样的东西放在那个后车厢，比对实际的监视器画面，后来证据就是密合的。后来他们在公开搜查过程里面呢，出现了一个关键证人。Left my doubts at home tonight. Me confidence can't come and take a bite. My skin, my hair, they shine so b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it feels so right. Careless, fearless, standing tall. Limitless and powerful. Stronger than I've been before. I'm here to hit the dance floor. Babe, you don't know it took some time for me to feel right. For me to feel like I got my satin dress on, you know it.No one's gonna stop my dancing feet. I'm on it, iconic. Got my body moving to the beat. 泡泡恰恰已经在台湾、韩国各通路上市喽。
起看下方资讯栏。 All I know is I just wanna dance, dance, dance. 出现了一个关键证人，这关键证人居然是小儿子的老婆，就表示说呢，在案发之前，他跟小儿子吵了一架。然后这小儿子就表示说，为了和好，就带他出去走一走。上了车了以后呢，他也吃了安眠药。爱吃安眠药的一对夫妻档，车子上面就是睡睡醒醒，睡睡醒醒。而他就表示说，过程里面他隐隐约约有中间睡醒的时候，车子是停着的，看到小儿子好像在挖什么东西，觉得他可能目睹了他在埋尸的过程。透过这2个证据，让小儿子就再度被逮捕。他在第2次被逮捕的时候呢，最后终于突破心防，承认他犯案了，并且他就供出来了他妈妈埋藏的地点跟他哥哥埋藏的地点。妈妈被埋藏的地方呢比较奇怪，它是在一个山区的地方，可是它是在一棵树木的后面，就是它没有被埋起来，被放置在外面，只是前面有一些石头遮住。哥哥呢就是被埋起来，是有挖开来的那种埋起来。那根据这个小儿子的证词呢，他是说他就是回到家了以后，妈妈正在吃水果，就先把妈妈给处理掉了，以后是用勒死的，再约哥哥说，哥你要不要回家，就兄弟之间喝杯酒聊聊天这样子，下安眠药，昏睡了以后，然后再把他掐死。但是呢，2具尸体在弃尸方面有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妈妈是有用衣服跟棉被把他整个捆绑起来，整个包起来了以后去弃尸的。但是哥哥的状态呢是被分成很多块之外，犯罪心理学家比较不能理解的是，他是有把哥哥的肉从骨头上面刮下来，不只是只有分尸而已，他还有把肉跟骨头分开。所以他们其实一开始有问他说，你是不是对于哥哥有什么深仇大恨，他都说没有，他甚至还说他们兄弟之间感情是很好的。犯罪心理学家猜测，应该是因为哥哥是一个180公分、70公斤的人，应该是搬运的过程里面太辛苦了，只好把它分开来，方便他运送。但是2个尸体都有个共同点呢，就是他都把指纹全部烧掉，只是哥哥的更惨一点，他还把他牙齿全部都打烂，烂到他让你没有办法去做那个牙齿牙医比对，他好缜密耶，超级缜密的啊。那到底这个小儿子他的犯罪动机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就是让大家最疑惑的地方。他既然都说他跟妈妈跟哥感情都没有不好，那到底是为什么呢？他老婆比他年纪大1岁，姐弟恋的关系，教会里面认识的，交往5年了以后才结婚。根据亲朋好友还有周遭人的说法是说，这一对年轻的夫妻档，他们的花钱方式好像没有明天一样，车一台接一台的换，什么东西都要用最好的，过得很奢华。但是呢，其实他们家的家境并没有特别的优渥，包含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是住在 villa 里面，那个 villa 的钱都是妈妈特别去凑给他们，希望他们可以结婚的。因为韩国这边的话，通常他们都会觉得房子是男方要准备。这个男生的本身的职业呢是送货员，并不是一个很高收入的职业，以及这个小儿子他还染上了毒瘾，赌博的那个瘾头。2个人在结婚1年以后，快速的变成了信用不良者，2个人都是信用不良者呢，就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名义办信用卡、贷款等等，就都没有的嘛。钱其实完全就是锁死的，你今天就领100块，只能花100块，不会有多余的钱可以去周转。他们推测他应该就是为了保险金。据小孩子的说法是说呢，他妈妈本身有7亿的财产，另外有房子，变卖的话会有7亿。那他把哥哥一起做掉的原因，就是因为哥哥不做掉的话，那第一继承人应该是哥哥嘛，或者是需要跟哥哥分，要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就把哥哥给一起做掉了。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呢是说，如果妈妈不见了，那哥哥一定会去查案子，也怕查一查会查到他身上，所以一不做二不休，连哥哥一起处理掉。但是如果2个一起被杀掉的话，他被起疑的可能性实在是太高了，所以他把2个分开埋，这是一个。然后第2个就是妈妈不是没有埋下去，妈妈是放在外面，因为妈妈要被发现，他才有可能领保险金，所以妈妈就没有埋。然后哥哥最好是这辈子就只要当个失踪人口就好。小儿子他第1次被逮捕的时候，警察就已经有觉得要杀害2个人，要搬运2个人，要埋尸2个人，他们觉得这件事情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有在怀疑太太是共犯。第1次在问小儿子的时候，小儿子都讲说没有，太太什么都不知情。但是呢，他第2次被逮捕的时候，不是太太先检举他的吗？他就立即改了口供，他就说从头到尾呢都是他太太指使他的，太太是共犯，从头到尾的企划太太都知
导，并且呢，案发的1个礼拜之后呢，银楼的老板出来做证词说，太太有拿往生的婆婆的金戒指来变卖，并且查这个通联记录里面可以查到，案发的当天，也就是他把妈妈还有哥哥做掉的当天，他有一直在跟这个太太通电话，通了6、7通电话，整个通话时间加起来大概超过80分钟。那当然就会让人家好奇说，你这80分钟你们大概讲什么？总不可能是谈情说爱啊。以及他们的讯息记录里面也可以看到，太太有传讯息给这个小儿子说，那你记得妈妈的印章要一起拿来，我们才可以再用妈妈名义去贷款，这样子的指示。大概是因为调查方向对于太太这边非常不利，太太后来就在家里面自杀了，爆了非常大的新闻，就会变成一个罗生门嘛。小儿子的意思是说，整件事情太太是主导者。小儿子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其实后来到他们家里面去查的时候，发现他们家里面有非常大量的犯罪相关知识的书籍。这个小儿子就讲说，他太太的梦想呢是成为一个犯罪分析师，家里才会有这些书籍，以及他们家电脑里面有非常多犯罪影片的下载记录、观看记录。他们家就是对于犯罪这件事情是非常热衷的一个家庭。小儿子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事情都是他太太非常的有兴趣啊。他就是讲的好像计划其实都是太太计划。警察立场觉得他现在就是把这些罪都推给一个死人。最后呢，太太虽然是共犯，但他最后就已经算是畏罪自杀，因为他也有留下遗书。这个小儿子他最后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其实像这种近亲杀人的案子比我们想象中多很多。我有查到数据是韩国的数据，2017年是25件，2018年44件，2019年是35件。像这种近亲杀人，他通常都不是累犯，都是初犯，而且他的手法都非常残忍。像是弟弟这一次对妈妈还有哥哥算是杀红了眼。与其说是冲动犯案，犯罪心理学家说，对家人的这种犯案，它是日积月累的抱怨，突然一次性的爆发，反而会比一般犯罪更残忍。对。以上呢就是为大家这次所准备的仁川母子的被杀的案件。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分享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Higher Day。我是台湾妞，我是喜娜，拜。拜。欢迎来到 Higher Day。我是喜娜。等一下，你不觉得这边一半是黑的吗？只有我这样觉得吗？有吗？没有吗？没有啊。有，我们录完了。